今年的夏天，我们决定来一场赏金的盛宴。这是我第一次登龟山岛。你听过龟山岛八景吗？现在还存在吗？一个曾经是台湾的重要军事基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索与体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我们是到早上9点的船，所以8点40分之前要到宜兰乌石港的兰博乌石港驿站1楼完成报到的手续。说是报到手续，其实很简单，就是拿票和填保险的资料。离搭船还有点时间，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哦。对面就是南洋博物馆，这是由姚仁喜建筑师事务所所设计，以东北角海岸的单面山作为建筑的外观。主建物最高顶点朝向东方的龟山岛，将建筑与自然的地景做了完美的结合。至于我们现在报道的这栋兰博乌石港驿站也相当有特色，是由苏玉哲先生所设计，建筑外观就像一艘停泊于港边的防围大船。旁边这个火车装置艺术也很可爱，相当吸引人的目光。还有，如果你肚子饿了，也可以在售票处旁边的金石堂吃东西，或者逛一下纪念品。吹个冷气休息一下也不错哟。如果你是从台北要到这里，除了自行开车，从2018年开始，这里成立了乌石港转运站，你可以搭国光客运1877号宜兰静好行，从台北的南港转运站或者是圆山转运站都可以到这里哦，相当方便呢。搭船时间到喽，一个船次满船最多可载94人和6名工作人员。炎炎夏日，防晒圣品你带了吗？帽子、太阳眼镜、防晒乳，还有水也不能少哟。如果都备齐了，那我们就出发吧。除了要上龟山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也是大家很期待的行程就是这个去外海去找海豚找鲸鱼那这个鲸鱼它们是野生动物在海里爬照所以每天出现的时间、地点、位置都不一样所以每一趟出海都是要重新来寻找那我们这边呢平均的。你问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当然很期待咯，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坐在这里晒太阳、吹海风、滑手机，已经1个多小时了。坐在最旁边的小孩吐了，他妈妈也吐了。左后方那位先生跑来我前面的大垃圾桶也吐了。天哪，本来我好好的，我现在胃一阵翻搅，看着旁边的塑胶袋，感觉我也要来一个了。左前方11点钟方向，一大群海豚出现喽！今天没能看到鲸鱼，只看到了活力十足的海豚，但也不失为一次难忘的经验。龟山岛屹立在太平洋，位于台湾东北角近海约10公里的海面上，为宜兰的天然地标。龟山岛在地形上可分为龟首、龟甲、龟尾3个部分，因为外貌酷似浮龟而得名，为目前台湾唯一确定的活火山。岛上人口一度达到700人，居民们以捕鱼为生，但由于建港不易，渔业发展受限。1977年，居民集体迁村至头城。同年，龟山岛成为军事管制区。在2000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参观。现在龟山岛则是由海巡署头城大队管理哦。牛奶海，这里是龟山岛的阴阳海，又称牛奶海。每当龟首附近
火山流气孔与海底温泉喷出的时候，海面的高温就会呈现出乳白色，乳白色与大海的蓝产生了渐层的美，这就是牛奶海名称的由来。别忘了抓紧时间拍一张照片留念哦。阴阳海是一种海水在视觉上呈现2种色泽的特殊地貌。台湾的阴阳海地理现象共有3个地方，一为宜兰县头城镇龟山岛龟首处，一为新北市金山区的黄港，另一处则为闻名世界的水南洞阴阳海。由于龟山岛阴阳海地处外海，造访不易，金山黄港阴阳海现象又不明显，因此在台湾如果仅说是阴阳海，指的多为水南洞阴阳海。龟岩残壁，龟首东南面的崩塌山壁让嶙峋的峭壁犹如火焰山一般，这就是八景中的龟岩残壁。眼镜洞，这是钟乳石眼镜洞，因为峭壁与海面交接处受到海水侵蚀而形成半圆形的海蚀洞，从海上眺望很像眼镜，因此被称为眼镜洞。神龟摆尾，在龟尾巴后面有着长达1公里的龟卵石奇观，这些龟卵石其实就是火山的火成岩，经过海水冲蚀，磨掉尖锐的棱角，变成圆滚滚的石头。而这个龟尾在冬天吹东北季风或东风时，会被海浪吹到偏向南方；在夏天吹西南季风的时候，海水又把后面的龟卵石往北推，就形成了神龟摆尾的特殊现象，是不是很神奇呢？龟山岛8景还有今天无法看到的其他3景哦：龟山朝日、神龟玳瑁、龟卵传奇。绕完了龟山岛，现在准备下一个行程登岛喽。龟山岛有2个登岛码头，一个在南岸，一个在北岸。今天我们将由北岸的码头登岛。你看，北岸码头的海岸线连接到龟尾，形成一道美丽的弧形海湾，是不是很美呢？游客服务中心有卖一些解渴的冷饮和冰品，而且也有附洗手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哦。普陀岩是一座离岛的庙宇，原名滚澜宫，供奉天上圣母妈祖，曾经是岛上居民唯一的信仰中心。在居民集体迁村，龟山岛被列为军事管制区后，原本滚澜宫的妈祖则被请到头城奉祀，并将庙顶叶及尾敲毁，以表示该庙宇已完全迁移废庙。好，所以后来国军就来了。刚来的时候岛上也没有神明就很不巧，刚好那几年就2个连长相继意外死掉。后来长官觉得这样不行，有人还是要有神所以后来就后来当地驻军请来了观世音菩萨，并于2000年1月将此庙改名为普陀岩。这些是旧的龟山岛聚落建筑，目前都已经废弃了。而原来的龟山国小现在也已改为海巡署的办公厅舍，旁边也还有一些旧时的炮台。这个则是雷达观测站，旁边正在兴建的是新的雷达观测站。由龟尾湖一圈，登岛行程主要是绕行龟尾湖一圈。龟尾湖又名龟尾潭，原来是一个淡水湖，后来岛上居民引海水进湖，本来希望成为一个渔港，无奈居民每次主体都被台风吹垮而堵住，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咸淡各半的湖泊。环湖步道全长650公尺，湖水清澈见底，许多小鱼在水中自由穿梭，为宁静的湖面增添了生气与活力。紧接着，导览员带着大家前往龟山岛军事坑道。途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港口就是南岸码头，如果北岸码头海象不佳无法登岛，就会从这里登岛哟。军令如山，军纪似铁，爱的教育，铁的纪律，岛孤人不孤。看到这个标语就知道军事坑道到喽。这里可以说是天然的冷气室，尽管外面超热的，一走进坑道内立刻就凉爽起来了。
群石坑道全长约800公尺，主坑道高3.5公尺，宽3公尺。坑道内共有3座90高炮阵地、7个炮阵地及1座机枪阵地，是过去岛上驻军的遗址，目前只做局部的开放。主坑道走到底是一座已经废弃的美造90公里高射炮，炮身长度为口径的50倍，最大水平射程为19566码，全重为19000磅。你猜猜看，它的炮口是面向哪里呢？是面向宜兰哦。你答对了吗？主要是在当敌人入侵宜兰以后，用来从后方攻击时所使用。天花板上方像钟乳石般尖尖的圆锥体设计，这是消音锥，是为了消除大炮发射时的回音所设计的。成龙观音像，成龙观音像约在民国78年间兴建，相传当时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谣言四起，军方就选在龟尾湖旁的华湖步道上兴建这座观音像，守护着这里。附近还有一座401高地哦，步道全长1.4公里，一共有1706个阶梯，攻体需要事先给身份证资料，并且必须提前预约哟。太高太累了， Emily 爬不上去，就留给热爱运动的你来个401高地攻顶哦。随着游湖的结束，我们也准备前往北岸码头登船回乌石渔港喽。夏日搭船赏鲸豚的感动，第一次登龟山岛，才了解到原来四周的山色和蔚蓝的天空都凝结在这片静谧的龟尾湖中。曾经的军事重地，神秘的牛奶海，钟乳石的眼镜洞，还有随着季节而改变位置的神龟摆尾，大自然的壮丽与神奇，真是令人难以忘怀。想不想也来一趟宜兰的龟山岛之旅呢？我是 Emily，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下期见。